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关于一位台湾民宿女老板如何帮助一位来自大陆的失恋男生走出情伤，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关关难过关关过。当你以为看不到光明的时候，转机就在不经意间出现了。我们的故事主角是来自台湾花莲的林美玲，今年30岁，是一家海景民宿蓝波海岸的老板。美玲5年前从台北的大公司辞职，带着积蓄回到家乡开了这家民宿。说起来，美玲可真是个人才，大学念的是心理学，又在旅游业工作了几年，待人接物特别有一套。美玲的民宿位于花莲七星潭旁边，一栋2层楼的小洋房，蓝白相间的外墙就像是爱琴海边的小屋，特别有特色。一到夏天，这里就特别受欢迎，尤其是最近这2年，大陆游客逐渐恢复来台湾旅游，他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我们故事的另一位主角是来自上海的陈俊杰，28岁，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俊杰本来计划和交往3年的女友一起来台湾旅游，两人甚至考虑在台湾求婚。哪知道就在出发前1个月，女友突然提出分手，说是感情已经淡了，想要追求新的生活。那段时间我真的好崩溃啊，每天上班就像行尸走肉一样，连最喜欢的工作都提不起劲。俊杰后来对美玲说道，朋友们都劝我别取消旅行计划，说换个环境散散心没坏处。我想想也是，反正机票酒店都订好了，不如就一个人去吧。就这样，俊杰带着一颗伤心的心来到了台湾，原本计划的浪漫之旅变成了一场治愈之旅。来台湾的第3天，俊杰来到了花莲，他本来订的是市区的连锁酒店，但到了花莲站后，他临时改变主意，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住几天。在网上搜索时，他被蓝波海岸民宿的照片吸引了，那片蔚蓝的海景仿佛能洗去所有的烦恼。您好，请问有空房间吗？俊杰拖着行李箱站在民宿门口，抬头看着这栋美丽的蓝白色小楼。有啊，欢迎。美玲热情地招呼道，难得这个季节还有空房，您真走运呢。美玲一眼就看出这位客人有心事。作为一个学过心理学又接待过无数旅客的人，她对人的情绪特别敏感。这位大陆来的年轻人虽然礼貌有礼，但眼神中的失落感一览无遗。我叫林美玲，是这家民宿的老板，您可以叫我美玲。她微笑着自我介绍，您是一个人来旅行吗？对，就我一个人。俊杰点点头，略显尴尬。原本是他话说到一半，突然住口了。没关系，旅行的方式有很多种。美玲善解人意地说，一个人旅行也有一个人的好处，想去哪就去哪，不用考虑别人的感受。帮俊杰安顿好后，美玲给他泡了一杯台湾高山茶。尝尝看，这是我们花莲的特产，可以静心安神。俊杰接过茶杯，苦笑道，谢谢，看来我的心事都写在脸上了。做我这行久了，看人特别准的啦。美玲笑着说，如果你想聊聊，随时可以找我，有时候对陌生人倾诉反而更容易。那个下午，俊杰在民宿的露台上坐了很久，望着远处的太平洋，任凭海风吹拂着脸颊。美玲偶尔经过，看到他这样也不打扰，只是默默地又添了一壶热茶。晚上，美玲组织了一个小小的烤肉派对，邀请当天住宿的客人一起参加。除了俊杰，还有一对来自高雄的夫妇和2个背包客姐妹。美玲很擅长活跃气氛，她讲起台湾各地的趣事和美食，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俊杰，你明天有什么计划吗？美玲在烤肉时随口问道。没什么特别的计划，俊杰摇摇头，可能去七星潭走走。那正好，美玲眼睛一亮，明天我要去采购一些食材，顺路可以带你去一些本地人才知道的好地方，保证不在一般旅游指南上。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真的吗？那太好了。俊杰第一次露出了真心的笑容，谢谢你，美玲。就这样，俊杰在花莲的行程有了美玲这位民间导游。第2天一早，美玲开着她的小货车，带着俊杰出发了。今天我带你去的第一站是静浦，那里有一片密密的黑沙滩，游客很少去，但风景超级棒。美玲兴奋地说，然后我们去光复糖厂，
那里的冰淇淋一定要尝尝，绝对让你惊艳。一路上，美玲像个活宝典，不停地介绍着路过的每个地方的历史和典故。她的热情感染了俊杰，让他渐渐忘记了心中的阴霾，你知道吗？有时候失恋不一定是坏事。在黑沙滩上，美玲突然说道，我以前也经历过一段很痛苦的分手，那时候觉得天都塌了。后来呢？俊杰好奇地问。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就像这片海，有时候风平浪静，有时候波涛汹涌。但不管怎样，海始终是海，而我始终是我。美玲微笑着看向远方。如果一段感情结束了，也许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们不合适。真正适合的人，不需要你变成另一个人去迎合他。俊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美玲和俊杰坐在黑沙滩上，听着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一时间谁都没说话，就这样静静地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来台湾就被这里的人情味吸引了。俊杰打破沉默，尤其是你才认识1天就对我这么好。在上海，人们都太忙了，很少有人会这样无私地帮助陌生人。美玲笑了笑，哎呀，台湾人就是这样啦。我们讲究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看到有人需要帮助，自然会伸出手。再说了，你是我的客人嘛，让客人开心是我的责任。俊杰摇摇头，不，你做的远不只是一个民宿老板的责任。我能感觉到你是真心想帮我，被你发现啦。美玲调皮地眨眨眼，其实呢，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就觉得你很像我一个表弟，他前年也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分手。那时候我帮了他很多，现在他在台北过得很好，还交了新女友呢。那我是不是也有希望？俊杰苦笑道，当然有啦。而且啊，美玲用手指点了点俊杰的胸口，你要记住，真正的爱情不是得到，而是给予。有些人分手后只想着自己失去了什么，却忘了反思自己给予了什么。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俊杰。他想起了和前女友在一起的日子，自己是不是太过专注于工作，忽略了他的感受？是不是太过在意他的缺点，而忘记了欣赏他的优点？你说的对，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俊杰喃喃道。看到俊杰陷入沉思，美玲知道自己的话触动了他。他站起身，拍拍沙子，笑着说，好啦，思考人生可以慢慢来，现在我们得去吃东西啦。我知道附近有一家超级棒的海鲜熊，他们的胡椒虾简直是绝品。美玲的活力总是能感染周围的人。吃饭时，他给俊杰讲述了自己从台北辞职回到花莲开民宿的故事。我在台北做企划的时候，薪水很高，但每天都活得像个机器人，早上挤捷运，晚上加班到深夜。有一天，我站在公司大楼的窗前，看着远处的台北101，突然问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然后你就决定回花莲了。俊杰好奇地问，才没那么简单咧。美玲笑着摇头，我挣扎了大半年呢。一方面怕父母失望，一方面也怕自己做不好。直到有一次回家过年，站在七星潭边，看着那片海，我才真正下定决心。你后悔过吗？偶尔会啦，尤其是遇到经营困难的时候。美玲坦率地说，但每次看到客人离开时开心的笑容，或者收到他们的感谢信，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不后悔的态度。俊杰若有所思，这一整天，美玲带他去了许多地方，光复糖厂、瑞穗牧场、马泰安湿地，每到一处，美玲。不知不觉中，俊杰发现自己笑的次数比过去1个月都多。晚上回到民宿，美玲邀请俊杰一起在天台喝茶看星星。花莲的夜空特别美，繁星点点，银河清晰可见，这样的夜空在上海可看不到。俊杰感叹道，所以说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美丽。美玲递给他一杯茶，就像每段感情，无论结局如何，过程中的美好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以前总觉得，既然分手了，那之前的感情是不是就都是假的？俊杰低声说，怎么会？美玲摇摇头，感情没有真假，只有适不适合。曾经相爱是真的，后来分开也是真的，这两者并不矛盾。那么你呢？俊杰突然问道，你有特别的人吗？美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曾经有过啊，
不过现在享受单身了。经营民宿很忙的，没那么多时间谈恋爱了。抱歉，我不该问这么私人的问题。俊杰有些尴尬，没关系啦。美玲摆摆手，其实啊，我相信缘分，对的人会在对的时间出现。着急没用，该来的总会来。那天晚上，俊杰睡得特别香。也许是海风的缘故，也许是美玲的话触动了他的心，又或许是这几天积累的疲劳。总之，他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有蓝天、白云、海浪，还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对他微笑。第二天一早，美玲带俊杰去了太鲁阁峡谷，站在峭壁之上，看着湍急的砾雾溪在山谷中奔流，俊杰突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你看这条河，美玲指着下方，他遇到岩石不会停下，而是寻找新的路径继续前进。生命也是如此，遇到障碍时，我们可以选择绕过去，不是一直撞在同一块石头上。我明白了。俊杰深吸一口气，或许我该放下过去，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太好了，美玲开心地鼓掌，这才是我认识的那个阳光大男孩吗？等等，你才认识我2天，怎么知道我是阳光大男孩？俊杰笑着问，我有特异功能啊。美玲做了个鬼脸，其实啊，从你的言谈举止中就能看出来，你本质上是个很乐观的人，只是暂时被情绪困住了。接下来的几天，俊杰的状态越来越好，他开始主动帮美玲做一些民宿的杂事，修理坏掉的椅子，帮忙整理花园，甚至教他用新的管理软件提高效率。哇，这个系统太棒了！美玲看着电脑屏幕上的预定管理界面，惊叹道，我以前都是用纸笔记录的，经常搞混。这只是基础功能，俊杰热情地解释。你看，这里还可以设置自动回复邮件，这边可以分析客户来源数据。看着俊杰神采飞扬的样子，美玲暗自欣慰，这哪里还是那个刚来时垂头丧气的失恋男生。晚上，美玲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邀请俊杰和当天的其他客人一起享用。台湾卤肉饭、3杯鸡、炒空心菜、红烧豆腐，餐桌上摆满了美食。哇塞，美玲姐，你也太会做饭了吧！一位来自台中的女孩赞叹道，小意思啦。美玲谦虚地说，我妈妈是客家人，从小就教我做菜。这个3杯鸡太香了，配白饭简直绝了。俊杰忍不住又添了一碗饭。看来你真的好多了。美玲笑着说，第一天你可是几乎没吃什么东西。都是因为你，俊杰真诚地说，谢谢你这几天对我的开导。别这么说嘛，美玲不好意思地摆摆手，是你自己想通的，我只是提供了一个环境而已。席间，大家聊起了各自的旅行经历和人生故事。美玲特别擅长引导话题，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分享。不知不觉中，大家从陌生人变成了朋友，其乐融融。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美玲举起杯子，旅行的意义就是让不同的故事相遇，然后创造新的可能。来，为相遇干杯，为相遇干杯，众人举杯。那一刻，俊杰看着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女子，心中涌起一股奇特的感觉。她是那么阳光，那么善解人意，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让周围的人都变得快乐起来。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俊杰在花莲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原本计划只住3天的他，不知不觉已经在兰波海岸住了1周。明天就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晚饭后，俊杰和美玲坐在庭院里喝茶，感慨道，是啊，时间过得真快。美玲微笑着看着星空，不过你现在气色好多了，我很开心。全靠你啊，俊杰真诚地说，如果不是遇见你，我可能还在自怨自艾。哪有这么夸张？美玲笑着摇头，人都有调整的能力，只是速度快慢而已。你本来就是个聪明人，迟早会想通的。俊杰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思考什么。美玲，他突然问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2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可能在一起吗？美玲愣了一下，随即笑道，怎么，是不是有哪个台湾女孩让你动心了？我是说，俊杰有些紧张，像我们这样，一个在上海，一个在花莲。没等他说完，美玲就摆摆手，俊杰，你是个好人，这几天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但是他语气温和却坚定，
我们才认识1周，而你刚刚经历了一段感情的结束。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感觉通常是移情，而不是真正的喜欢。移情？俊杰疑惑地问。心理学上的一个词啦，美玲解释道。简单说就是把对前任的感情不自觉地转移到帮助你的人身上。这很正常，但不一定是真感情。俊杰脸红了，我没有，别紧张啦。美玲善解人意地笑笑，我不会多想的。你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去真正放下过去，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等你回上海冷静一段时间，如果还想和我联系，我们可以做朋友。俊杰深吸一口气，点点头。你说的对，对不起，我太冲动了。不用道歉啦，美玲轻松地说。来，我们为友谊干杯。她举起茶杯，为友谊干杯。俊杰也举起杯子，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杯子。那天晚上，俊杰躺在床上，回想着这1周发生的一切。也许美玲是对的，他只是一时冲动，但为什么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呢？第二天一早，美玲亲自开车送俊杰去火车站，记得有空常联系哦。道别时，美玲热情地说，下次再来台湾，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一定，俊杰点点头，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哎呀，说这么多次谢谢啦，朋友之间不用这么客气的。美玲笑着说，对了，送你一个小礼物。她递给俊杰一个精美的木盒，里面是一串用七彩石做成的手链。这是我在太鲁阁峡谷边的一个原住民工作室买的，美玲解释道。据说七彩石有保平安的功效，希望它能保护你，也提醒你保持乐观的心态。俊杰接过手链，心里一暖。我会好好珍藏的，他说着，轻轻把手链戴在左手腕上。火车进站的广播响起，俊杰不得不说再见。他拖着行李走上月台，回头看见美玲还站在原地向他挥手，阳光洒在他身上，整个人仿佛在发光。俊杰突然感到一阵不舍，但他知道是时候继续自己的旅程了。回到上海后，俊杰很快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曾经让他痛不欲生的分手，现在想起来竟然不那么刺痛了。每当他感到疲惫或困惑时，就会看看手腕上的七彩石手链，想起美玲的话，生活就像大海，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也有波涛汹涌的时候，但海始终是海。我始终是我。俊杰和美玲保持着联系，起初只是偶尔发个消息，汇报近况，后来变成了每周固定视频通话。他们聊工作，聊生活，聊各自城市的变化。有时候美玲会在视频中带着俊杰云游花莲的新景点，有时候俊杰会把上海的夜景通过屏幕分享给他。3个月后，俊杰的公司要派人去台北谈合作项目，得知这个消息，俊杰立刻主动请缨。这次我可以正式拜访你了，他在视频电话中告诉美玲，不再是以客人的身份。真的吗？太好了。美玲开心地说，到时候我去台北接你，然后带你去花莲玩。再次见面时，两人都有些紧张。俊杰发现美玲比记忆中更加美丽，而美玲则惊讶于俊杰的变化，她更自信了，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成熟。你知道吗？晚饭时，俊杰认真地对美玲说，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思考你说的移情，一开始我不愿承认，但后来我明白你是对的。美玲点点头，等他继续说下去。但是俊杰看着他的眼睛，时间证明我对你的感觉不只是移情。回上海后，我认真梳理了自己的感情，我欣赏你的智慧，你的乐观，你对生活的热爱，这些都是真实的感受，不是因为你帮助过我。美玲低头看着茶杯，轻声说，俊杰，异地恋很不容易，我知道。俊杰坚定地说，但我们可以尝试。我公司正在考虑在台北设立分公司，如果成功，我可以申请调过来。当然，这需要时间，可能要1年或更久。你真的想好了吗？美玲抬头看他，眼中有担忧，也有期待，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俊杰微笑着说，而且我知道这需要勇气和耐心。美玲，我不要求你现在就给我答案，只希望你给我们一个机会。美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露出了温暖的笑容。好吧，让我们试试看。不过她调皮地眨眨眼，我可是很挑剔的哦，我会努力达到标准的。俊杰笑着说，接下来的1年，两人开始了艰难但甜蜜的异地恋。
他们克服时差、距离和文化差异，用心经营着这段感情。每个月，俊杰都会抽时间飞去台湾，而美玲也曾2次前往上海，了解俊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终于，俊杰公司的台北分公司计划获批，他如愿以偿地调到了台湾。虽然工作地点在台北，但每逢周末，他都会坐高铁去花莲，和美玲一起经营那家蓝白色的小民宿。1年半后的某个傍晚，俊杰在七星潭边向美玲求婚。就在他们第一次深入交谈的那片黑沙滩上，俊杰单膝跪地，掏出一枚镶嵌着七彩石的戒指。这是用你送我的那串手链上的石头定制的，俊杰解释道。因为正是那串手链一直提醒我保持希望。美玲，你愿意嫁给我吗？美玲感动得泪流满面，用力点头，我愿意。婚后，两人决定继续经营兰波海岸民宿，并将其扩大规模，增加了情感治愈特色服务。美玲负责心灵开导，俊杰则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客户体验。他们的故事也传为佳话，吸引了不少失恋的人来寻求慰藉和希望。我是丽姐，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哦。下期见。